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這一次休整1年再復工的趙麗穎，讓內娛徹底看清她的江湖地位。2025年，趙麗穎在事業巔峰時選擇停工1年，直面親人離世與網絡風暴。從第20條的聾啞母親到小成大事的強勢回歸，她用1年空白期沉澱生活，淬煉演技，不給自己生活空間，怎能演出活生生的人？這位拼命三娘始終走着自己的路，苦盡甘來，從不服輸。2025年對於趙麗穎來說是殘忍的。作為拼命三娘，趙麗穎越紅，工作越是接踵而至。最忙碌的時候，金謝娜透露，1年只休息了3天，那3天回到北京，姐妹倆才有時間約一下。那個時候，趙麗穎是開心的。流量在身，黑料不斷，總有人想挖出一點她的把柄，身邊危機四伏，卻總是影響不了她。跟好姐妹在節目難得見到，是錄節目，也是一種休閒，始終樂呵呵的，毫無疲憊之態。畢竟她是個心臟很強大的存在，主體性很強。在面對採訪的時候，主持人提出跟林更新等等那麼多男演員搭檔，大家都很羨慕你吧？趙麗穎直言，羨慕我？應該是羨慕他們吧，都能跟我合作。即使是這麼強大的心臟，在2025年還是落敗了。2024年是趙麗穎事業起飛的1年，小獎無數，業內的大獎也只剩一個白玉蘭，擦肩而過。憑借第20條好秀萍，成功拿下百花女配，打開了電影圈子的大門。旁人在這個時候都會攢勁往前衝，趁熱打鐵，在新的1年再攀高峰。可趙麗穎這個拼命三娘卻歇了，除了既定安排，直接不進組了，一消失就是整整1年時光。直至2026年初，開年大戲小成大事一把她給炸了出來，終於恢復正軌。直至 L2 月封面刊採訪，才知道她去年經歷了什麼。很輕飄的一句話，孩子長大，家裡的人老去和離開，都是發生在一瞬間的，可細品卻是萬千重的分量。而且有人扒出這麼一張圖片，是趙麗穎問候知否祖母扮演者曹翠芬老師，除了對老人的問候祝福，言語當中有些酸澀。說實話，寧願是假的。而且根據時間，正是她被造謠跟趙德胤有戀情的時候。旁人的戀情最次的都是永遠都是抓住了男女雙方合照一塊進出，放在趙麗穎身上，便是男方拉着一個小孩子進進出出，便被指為男方給趙麗穎帶孩子，雙方關係親密。造謠輕輕鬆鬆，闢謠者跑斷腿。趙麗穎也不客氣，直接上線，一點也不忍了。既官宣了短劇在人間，又發洩了自己的情緒。可就算這樣，亦有人抓住他的小辮子說他素質不好，罵髒話，作為公眾人物表現太 low。總之，怎麼都是不對的。當網絡無限放大演員的行為，越是登高，便越是一丁點行為都能被抓到說辭，卻不許合理的維護自己的權益。或許是趙麗穎常年不出現，狗子沒有 KPI， 甚至把鏡頭對準了孩子，惹得趙麗穎只能又出來發聲。星二代確實有父母的光環在，但也有2種區別，一種是嚴防死守，如趙麗穎這樣；一種則是李湘對於王詩齡的這種，自小便不遺餘力把她推舉出來，不在意鏡頭，年少成名，毫不避諱。只要不進圈，不走到台前，跟普通孩子又有何區別呢？只因為是趙麗穎跟馮紹峰的孩子，便要忍受，那也是離譜的。當初白冰冰愛女被綁架，最終結果殘忍，
一個疼愛孩子的母親，最終永遠失去了孩子，那般打擊是慘痛的。雖然說年頭已遠，但對於年幼孩子來說，在外被跟蹤，消息洩露，永遠有着未知的危險，作為母親是賭不起的。這一年的殘忍，其實也只是只言片語，只能從各種細節裡面去拼湊。即使是殘忍的，趙麗穎也是熬過了自己心裡那關，才若無其事地走出來。而且這段休息也是一種修行，放下忙碌的事業，她更精進了，知道了更多生活當中的知識。第一次知道平台 VIP 上還有 SVIP， 放下明星身份，學會去當一個普通人，支配屬於自己的時間。這種選擇是好的。郝蕾曾說過，如果總是緊繃着，沒有生活中原本的自己，那麼是演不好的，在鏡頭面前會大打折扣。生活的經歷會成為演技裡面細緻化的一面，更加純粹自然。別看孫儷平時緊繃，每天行程滿滿當當，不拍戲的時候，書法、練琴、太極，啥都會一點，養生更是重中之重。但正是因為他生活經驗豐富，所以演起生活劇也信手拈來，包餛飩完全可以自己上手，家庭主婦的既視感不要太強。還有花絮裡面拍攝菜市場買菜橋段，一眼能看出來哪些菜不屬於這個時節，會抓細節，買菜總是越買越多的，不是像走紅毯一樣拎着個菜籃子，但裡面沒東西。趙麗穎這麼一些，其實也挺合適。畢竟在第20條好秀屏之後，總有人說她一直沉浸在苦難文學，甚至挑刺向陽花高月香裡面，她演技沒多大變化。確實，從好秀屏到高月香，有些撞型了。淒苦的母親為孩子付出一切，苦苦掙扎，演技上是有區別的。畢竟好秀屏是真實打實的，完全沒台詞，靠着一場場動情的眼神與手勢打動觀眾。趙麗穎自己給自己增加壓力，提議張藝謀導演，聾啞人的媽媽是不是也可以是聾啞人？苦學手語，最終改成了這樣，拿到了最好的成績。兒童款再度上演，即使演技在線，也多少無驚無喜了點。所以馮小剛這個大導演鎮場子，趙麗穎挑大梁的向陽花，最終金雞獎0提名，其實合情合理。至於開年大戲，跟辛芷蕾一起出演的《喬妍的心事》，雖然演了個很不錯的女明星，但劇情本身爛尾了，匆匆回歸大團圓結局，不算佳作。電視圈，趙麗穎一直無往而不利；電影圈，純粹摸爬滾打，踩着石頭過河。只是多少會被人抓住這點，但架不住，粉絲心態早已經穩定。就像趙麗穎本身一樣，大好年華，說休息1年就是1年。至於拼盤的醬園弄，外界紛紛擾擾，一群大咖相互發力，無比看好，總覺得能以此搶盡風頭的實話，完全不關趙麗穎的事。好與壞，她甚至都沒參加過任何同台。演完即止，也好過慢慢撐不下去，從期待熱鬧變成熱鬧本身，對比慘烈。一直沉浸在苦難角色裡面，對於趙麗穎來說是信手拈來，但她不需要了。她現在的追求是職業生涯的長期主義。如果不給自己一點生活的空間，又怎麼能演出活生生的人呢？一下就悟了小成大事李秋平打動趙麗穎的地方。1年時間，是休息，是收拾，是平復。再次歸來的首秀，一個齊耳短劉海造型，依舊被指土氣。除了在好秀屏之後演技上的爭議，對於趙麗穎其他的形容，好像總離不開土氣2字。出身農村家庭，她從不遮掩，反而是旁人對她有種又氣又打不掉，最終只能憤憤地吐出老生常談的土氣2字，抨擊她時尚資源不夠好。
結果又是出乎意料，一回歸小成大事收視率西幹大盤再次穩扎穩打，新代言雜誌接踵而至，從不需要拾人牙慧，他的路永遠是走的屬於自己那條，苦盡甘來，從不服輸。停工休整近1年，也不妨礙趙麗穎的江湖地位一如既往的穩固。